买不到巴洛克珍珠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吧。首先拿出这个 PVC 胶，它是像这个样子固态的，取适量的 PVC 胶。然后我们做圣诞树的话是需要2条巴洛克的，一条长一点点，然后再取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放在这个调胶盘上，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头大概把它搓成长条状，接着用调胶棒把它做出巴洛克不规则的一个感觉，压出不同的面的感觉。然后旁边的毛边边收一下，像这个样子的形态，不规则的一个形状，我们去照灯60秒。照灯固化后，我们就把它取下来，像这个样子。如果有这种小毛边边，看得见吗？很小的毛边边，我们可以直接用剪刀进行修剪。修剪好了小毛边之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底托上面，这个就是假片托。接着我们在上面涂抹适量的乳白色。整体这种侧边的细节也涂抹到位了之后，我们才能去照灯。这样的话，你的巴洛克珍珠就不会有什么露馅的感觉。所以侧边一定要涂到位，像这种侧边的位置一定要涂到位。涂抹好了之后，我们去照灯30秒。接着我们去蹭魔镜粉专用的免洗封层，再均匀的叠加在我们的巴洛克上面。一样胶不要太厚，胶太厚了会把你的这个肌理完全遮盖住的。所以不要太厚，均匀的涂抹的同时，注意细节，就是我们的侧边一定要涂到位，不然一会儿我们的那个月光粉就会蹭不亮。好的，同样照灯30秒，接着我们去蹭月光粉。我这次选择的是这种微微的偏金调的，但是那种偏粉调的还有橘调的都会很好看，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搭配不同风格的巴洛克的颜色。稍微固定住它一点点会更好蹭啊，手碰到没关系的，手指头都可以用来蹭粉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少去多余的余粉，底胶会比较容易溶粉哦，所以推荐大家去选择这种粘稠度高一点点的加固胶，它是一个不会溶粉的胶体，这样我们的珍珠的光泽就会更亮，不会因为我们上了胶而变成一颗一颗的雾感，它还是一个镜面的效果，也不需要上太厚，薄薄的一层完全包裹住就可以了。接着照灯30秒。像这个样子，我们的巴洛克珍珠就完成了。那么圣诞节前期的话，大家可以说就是在上面再叠加薄薄的一层免洗封层，然后多做几颗，就会更节省时间，因为同样的款式会出的比较多嘛。然后操作顾客的步骤，我们先在甲面上薄涂一层底胶，涂均匀。底胶照灯60秒才能固化完全，后期不容易起翘啊。接着我们来刷一个渐变。先相对应的刷均匀色块，然后在色块上方落笔往下拉，擦笔，反复以上操作，去拉一个渐变的过渡出来。照灯10秒，再来叠加第2层，第2层可以比第1层稍微高一点，刷均匀色块，包边包一下，擦干净笔。再过渡一下后缘，稍微带上去一点点，有一点点细闪的感觉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技法对就是刷渐变的这个动作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就是你要稍微轻一点，不要有刷痕，看得见吗？那如果你2次做完之后，你颜色太浅了，还可以再叠加第3遍，甚至第4遍都是可以的，都没关系。同样照灯10秒。好的，然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浮夸一点的，我再去点缀一点点少量的亮片色。底色也可以做晕染啊，任何你喜欢的底色都是可以的。因为中间要贴比较大面积的饰品，所以把旁边修饰一下就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颜色的点缀。同样照灯10秒。底色做好了之后，我们用 Mixing 加固胶去做一个建构。因为接下来在我们包饰品的时候，我们的饰品要相对立体一点，所以在饰品上面不会堆过多的胶体。那为了我们的款式的持久度，我们要做一个打底的建构，平涂一层胶体，然后取适量的胶放在后缘，做出整甲面的一个拱度，厚度出来了，硬度就会出来，且甲面饱满的情况下，我们的款式看上去质感就会更高级，所以这个饱满度很重要。调整好甲面的胶底之后，我们倒置一下，找一下高点，然后去照灯60秒。好的，我们的 Mixing 照完灯之后，从侧边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厚度啊，就是它是饱满的。
我们做极致单色也要做这样的建构，它虽然是饱满有高点，但它并不是凸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均匀附着在甲面上一个饱满的状态。然后这款 Mixin 的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可以做建构，还可以用来做晕染，而且它的硬度也非常高，做本甲加固是一个非常好的胶体。好，接着呢，我们去用粘钻胶粘贴我们的圣诞树，看一下它最底部的地方，我们大概要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然后中间一段用来放珍珠和饰品，然后上面一段用来放第2颗小的和我们最前面的小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步骤。我们先把它的厚度堆起来，然后先把我们事先做好的巴洛克放上去，然后放适量的小珍珠、小钢珠。接下来的搭配就真的是随意随你想要搭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啊。然后可以再微微的补一点点胶，这个粘钻胶是为了把我们接下来要堆饰品的厚度先给它提前一步填出来。像这个样子，我们先去照灯60秒，接着呢，我们再叠加粘钻胶，去摆放剩下的饰品，想怎么摆就怎么摆，在大概想要摆放的位置，就是心里面会有一个定位，然后我们去涂抹粘钻胶，然后再摆放上我们的链条，像这样走 Z 字形的，多绕来绕去一下，就很像一个灯带这个样子。调整好链条的位置，再点缀少量的小碎石，就是比较有圣诞气氛的这些颜色，可以给它堆叠一点上去。像这个样子就很像一些小彩灯环绕在我们的圣诞树上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去照灯60秒固化，接着我们取底胶，因为底胶它是有粘性的，它可以进一步把我们的这个饰品更牢的抓附在甲面上。的同时，底胶是很稀的，它可以流进我们的这些小碎石呀、各种各样的饰品的缝隙里面。我们用底胶整体包裹住我们整棵圣诞树，但是是薄涂。用万能笔像这个样子，把我们的胶体整个揉进去，揉进所有的饰品与饰品间的这个缝隙里面去。然后像这种侧边的这个缝隙也不要放过，但是不要填满，我们是只要流进去，把它整个胶体包裹住就够了。如果填满就会变成很大一坨，很大一坨就不好看了。整体涂抹好了之后，我们再用笔刮掉多余的厚重的胶体，是什么一个意思呢？我们的底胶要所有的缝隙都填满的同时，不要过于厚重。这样我们出来的这个效果就会非常的立体，但是又牢固。我们照灯60秒，接着我们取少量的延长胶把我们所有饰品最凸起来的那个尖尖的地方给它包裹一下，像这种有小尖尖的地方。还有什么呢？我们的石头最凸起的地方，这种石头凸起的地方，还有我们的珍珠容易被磨损的这个面上，链条最突出的地方，这些凸起点容易被磨损的部位，我们都要用延长胶再进一步的进行局部包裹。像这个样子包出来的饰品就不会刮头发了。它这种尖锐的地方都被我们包裹严实了之后，它就会变得是什么？圆润的状态。圆润的状态就不会勾头发。但是你会发现整体该凸起来的地方它要更凸更立体了。然后呢，我们也有相对来说的凹陷处，这样这个精致感就可以完全的体现出来。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怕把它后期磨掉皮了，因为这个是我们手工制作的巴洛克嘛，它不是真的珍珠，它不耐磨，我们就可以在它特别容易被磨损的地方，局部再包抹一下延长胶。容易被磨损的地方包裹延长胶，你就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不是所有地方都要涂的，局部少量，这样哪怕你涂了延长胶，它整体的质感还是不会变的，还是精致的。然后我们去照灯30秒。好，最后我们来封层就可以了。饰品该包裹的我们都完全包裹到位了，容易磨损的地方我们也包好了，缝隙我们也填满了，所以我们的封层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很薄。稍微大面积的涂抹了之后，我们再换小笔，把它的缝隙填好来。好，像这个样子，刮去多余的封层，整体细节全部都包到位了。确认好了之后，我们去照灯，
封层建议大家照灯2个60秒，确保你的这个封层完全固化，这样后期它的这个光亮的持久度就会更好。最后我们的这款巴洛克圣诞树就完成咯。